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佛历8月下初三，万象小雨转晴，26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46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47基普，涨幅 0.66%。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3.7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35基普，涨幅 0.05%。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9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 0.06%。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微幅上涨，大盘平稳收红，综合指数开盘报 1299.26 点，盘中最高触及 1305.37 点，最低下探至 1276.75 点，最终收于 1303.07 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3.81 点，涨幅为 0.29%。全天股票交易总量为 159.19 万股，总交易额约为 29.56 亿基普。从个股表现来看，昨日市场呈现多空交织态势，其中4只股票上涨，3只股票下跌，5只股票持平。上涨板块中，老挝电力表现活跃，交易量高达 62.77 万股，股价小幅上涨10基普，收于2380基普。萨万尼上涨40基普，收报4420基普。浦西开发与马哈腾也分别温和上涨20基普和5基普。下跌板块中，老挝农业跌幅最大，下跌40基普，收于1300基普。老挝石油和中老证券则分别微跌10基普和5基普。持平板块中，外贸银行昨日交易活跃，成交 24.17 万股，但股价维持2500基普不变。联合发展银行、万象中心同样以平盘报收。总体来看，昨日市场整体波动较小，在老挝电力等主力股的支撑下，大盘最终成功守住涨幅。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686万3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78万基普，涨幅 1.69%。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家油站执行7月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48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004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上涨260基普，涨幅 1.06%， 普通汽油价格下跌650基普，跌幅 2.12%。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第5次全国人口与住房普查进入数据处理与分析阶段。近日，国家统计局完成了2025年第5次全国人口与住房普查的数据核对与处理培训。国家统计局局长裴沙蒙逊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老挝代表巴克提约尔·卡迪罗夫出席了闭幕式。裴沙蒙逊表示，此次培训旨在提升员工利用人工智能处理和核对2025年底实地普查及2026年3月事后质量评估数据的能力，为编制最终普查报告奠定基础。报告预计于2到3个月内发布。2. 赞巴塞省人民议会代表团访问越南同奈省企业。6月29日下午，赞巴塞省委书记阿伦塞·舍纳拉率代表团在越南同奈省人民议会副主席陈文美陪同下，访问了可可越南股份公司和维纳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负责人汇报了业务和先进技术应用情况，并表示越老友好关系是推动两国企业投资贸易的重要基础。阿伦塞孙纳拉赞扬了企业在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指出此访旨在加深理解，为同奈省企业到具发展潜力的赞巴塞省投资经商创造机会。他希望两家公司将业务拓展至赞巴塞省，从而务实推动老越两国以及两省市之间的友好合作。会后，代表团实地参观了企业工厂及技术加工流程。3. 沙湾拿吉省举行防波堤及护岸工程交接仪式。6月29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老挝水资源局联合实施，全球环境基金支持的防波堤和护岸工程在沙湾拿吉省占棚县东盟村正式移交。沙湾拿吉省管理委员会主席达万塞苏联、水资源局局长乌东萨皮拉万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老代表马丁瑟赫等出席。
水资源局副局长井坎马尼旺报告称，该工程于2022年底动工，2025年11月竣工，总造价超31万美元。马丁瑟赫表示，移交村委会管理，可确保村民生产生活得到长期保护。达万塞苏联对各方努力表示赞赏，强调工程对防治洪灾、降低风险具重要意义。随后，各方代表共同剪彩正式启用工程。4. 博交省向泰国移交24名电诈嫌疑人。6月30日，博交省公安厅在第4老泰油义大桥国际口岸举行移交仪式，将24名涉嫌在老挝境内从事违法活动的泰国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移交给泰国警方，以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博交省公安厅安全局副局长巴迪布尼亚翁代表老方进行了移交。泰国中央调查局打击贩卖人口警务处副处长马努角干代表泰方接收，双方随行代表团共同出席了移交仪式。5. 欧盟援助达增县超级咖啡项目圆满结项。6月24日，由欧盟资助、国际救援组织实施的超级咖啡女性赋能项目，在色贡省达增县举行结项仪式。色贡省农林与环境局副局长本颂洛马玉、达增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杜西马尼拉及欧盟驻老挝临时代办多特维克出席。该项目历时4年，通过提供现代加工设备，指导农户生产高品质咖啡，使当地咖啡销售收入平均提升 40%。项目还成立了达增山区咖啡合作社，覆盖15个村，惠及4000余人。项目大幅提升了女性的经济地位与管理能力，近半数管理岗位由女性担任。本颂洛马玉对项目成果表示感谢，并鼓励合作社继续保持可持续发展。6. 风沙里省捣毁一处网络赌博窝点。6月29日，风沙里省奔诺县公安厅专案人员在彭洪村一家超市内捣毁了一个非法网络赌博窝点，行动共抓获8名涉案人员，其中7名老挝女性，1名中国男性，并缴获10台电脑。经警方审讯，涉案的7名老挝女性均为13至15岁的青少年，执法人员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予以释放，而中国籍嫌疑人在接受警方审讯后已被移交给中国依法进行后续的法律诉讼。7. 甘蒙省查获卡拉 OK 厅聚众吸毒案，30人受教育，4人被诉。6月30日，甘蒙省公安厅警务局禁毒科队在卡拉 OK 厅聚众吸毒被抓的30名青少年进行了批评教育，警务局局长沃拉吉·敦拉迪及涉案人员家属出席。6月27日凌晨，警方突击搜查了他区县彭西塔村和宗角村的2家卡拉 OK 厅，现场缴获数袋新型毒品及氯胺酮工具。经审讯，警方对其中30名情节较轻的聚众吸毒人员制作了警告笔录，并由家长签字担保后释放管教。而对于现场查获非法持有毒品物证的4名涉案嫌疑人，甘蒙省警方正在依法移交司法程序，继续追究其法律责任。8. 万荣探龙洞景区以环保理念推动绿色旅游发展。随着全球对绿色旅游的重视，万象省万荣县探龙洞自然景区近年来修缮一新，目前景区开发了2000米滑索、溶洞徒步、南松河漂流及攀岩等项目，餐饮住宿可容纳300人。万劳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本潘温桑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自2015年起在景区开发旅游项目，旨在为政府及当地民众创造收益。景区目前不仅每项活动均配备向导与安全装备，更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通过提升员工环保意识，共同维护景区自然环境，在实现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惠萨鄂村村民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